Hai sahabat, saya Frank dari Taiwan. Saat ini saya berada di Candi Buddha terbesar di dunia, yaitu Borobudur. My friend told me I have to speak Bahasa Indonesia for a little bit to serve my audience. What do you think? Tell me. 好了，回到中文，大概后有个说话了。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婆罗浮屠。精确的地理位置来看，婆罗浮屠不是位在日惹特区，它是在中爪哇省的马格朗，在日惹西北方约40公里处，距离日惹市中心车程约1个小时。我是购买旅行社的 Day Tour， 8点从饭店出发，大约1小时车程抵达婆罗浮屠。虽说是一日行程，但从饭店出发到回到饭店，全程大概只有5个小时。这次造访婆罗浮屠时，刚好遇上整座古迹开放，可以爬上婆罗浮屠最顶层。日出行程则是还没开放。据导览员说，古迹本身是世界遗产，由国家管理的，周围的花园又是由另一个私人单位来管理，以及日出行程的主办单位是位在婆罗浮屠旁边的一家度假村，三方利益搞不定，所以登佛塔看日出的行程是暂未开放。想要跟 Day Tour 到婆罗浮屠的人，要问清楚门票是只能逛花园，还是可以爬佛塔，以及有没有看日出行程，都要事先问清楚。而爬佛塔时，必须换上门票附赠的夹脚拖。这个夹脚拖是婆罗浮屠周边村庄居民手工制作，门票收入可以补贴他们的生活，促进当地经济。夹脚拖是颇有设计感，还附上一个环保可重复利用的鞋带，感觉是环保爱地球。只是这夹脚拖不太耐穿。Around the temple there is home industries. The people surround the temple, they have responsibility to prepare 1,200 pair every day. Wow. How many people? 1,200 pair for one day. Wow. So people who stay in around the Borobudur, they make it. So if you come to the top of the temple, it means you give increase economic. Yeah, to the people. Thank you very much. 带我这团的解说员是位穆斯林，由于把婆罗浮屠的历史讲得挺好的，在场的外国人就问他是信什么教的。现场感觉得出来，解说员是有点错愕。当地的朋友跟我说，通常不太熟识的人不会马上问他宗教信仰，很没礼貌。所以我们去印尼玩时，也就注意一下社交礼节咯。So there are two parts, two places. Here belong to a UNESCO site, and this is belong to the private company and the government. And this is Blue Seal. 这个标记是战争时的安全区，意思是发生任何战乱争端，都必须保护这个区域不被波及。照惯例讲一下历史咯。婆罗浮屠是一座建于8到9世纪 Shailentra 王国时期的大乘佛教佛寺。后人估计建造这座寺庙耗时了75年。寺庙的风格主要是受到印度吉多王朝的影响。寺庙的墙面浮雕还融入了爪哇人的日常生活。婆罗浮屠是世界上最大的佛寺，建筑底部尺寸为边长123公尺的正方，最高点距离地面35公尺。从底部爬上最高点，我没记错的话，大约是150阶，象征通过3界，也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由9层平台所组成，其中下方6个约为方形，上方3个约为圆形，代表着佛教地方天元的宇宙观。整座佛寺有2672块故事浮雕，都位在1至6层间的人间欲界和色界的长廊墙壁和栏杆上。欲界讲的是因果业力的故事，色界则讲的是佛陀，也就是悉达多王子诞生和前世今生的故事，以及8世纪时古爪哇人的日常生活场景，像是宫廷生活、森林隐士、村中平民等等。另外，整个佛寺共有504尊佛像，
而且东南西北四面的佛像坐姿都不一样。这张图片中不同方位的佛像有不同坐姿，有2种坐姿是重复的，所以总共会有5种坐姿哦。婆罗浮屠在修复时，只有4%的石头是新的。假如新的石砖，则会有白色的圆点作为标记。我们再往上爬上去7至9层，是进到无色界的天上世界。有72座中型佛塔，环绕着最顶处，象征着佛陀涅槃的圆形大佛塔。而每座佛塔内则有1座佛像。据说，距离无色界的佛塔越近，越能吸收正能量。废话不多说，接下来是没有旁白吸收能量的时间。不想吸收的话，就快转吧。但我的负能量可能太多了，感觉效果不太好。这里是周边的大草坪，每年5月或6月间的卫赛节，今年是在印尼是6月4号，是属于公众假期。婆罗浮屠会举办大型的礼佛活动，晚上则有盛大的天灯释放，并且会有24小时的网络直播。卫赛节是释迦牟尼佛诞生、成道、涅槃的节日。北传佛教像是在中国或台湾，我们称之为佛显节；南传佛教像是东南亚或南亚国家，则称为卫赛节。每个国家日期有些不同，台湾是农历的4月15号。好了，我们刚刚是从东边进寺庙，现在要从南边出去。在路上我就把剩下的历史都讲完。婆罗浮屠在15世纪，爪哇人转信奉伊斯兰教之后被遗弃，然后被埋藏在火山灰和丛林之间数个世纪。19世纪初，这里属于荷兰人殖民的地方，但英国人来乱了几年。1814年，英国人史丹佛莱佛士爵士从爪哇土著口中得知婆罗浮屠的位置，才派了200人的考察团，重新开始考古这块地方，婆罗浮屠才重见天日。此后，婆罗浮屠经过多次修复，最大的修复工程是在印尼独立建国之后。在1960年代后期，印尼政府向国际社会请求协助，并且在1973年完成修复规划。同年，澳洲、法国、德国、塞浦路斯等国家都捐助重修婆罗浮屠。随后就在1975年至1982年间进行大规模整修。1991年由印尼政府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将此地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看到这个地方，距离停车场出口不远了。这边摆放许多尚未归位的石砖和佛像，沿着出口走，会有很大的市集摊位，等着游客们全身而退。有逛过各种遗址神庙的人应该都懂，想买想逛，就要有被缠着的心理准备。假如不想消费的话，就勇敢的一路 say no。人家也是出来讨生活，就给彼此一些好脸色吧，让自己有个好回忆啊。我是没有买也没有逛，所以就没有要让大家看我怎么周旋咯。这支影片就到这边了，下支影片是去普罗巴南神庙看夕阳，Sampai jumpa。